这边1楼啊，已经开始铺木地板了。刚刚我和师傅说了，铺好木地板，马上要进行底漆的处理，要不然啊，我们长时间在这边做工，踩在上面，把整个地板踩脏了，后期的卫生是非常难打扫的。地板距离地面将近有20公分的高度，底下呢是留了通风透气的位置。这些板子啊，都是之前木匠师傅清理好的，开好了高木榫。这个时候啊，铺了木地板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是严丝合缝，它就没有缝隙的。后期还要打上钉子。这边呢是有2个师傅在铺这些楼枕，先把楼枕铺好，再铺木地板，一件一件的来。这里差不多嘛，打开嘛。现在这个位置啊，遇上了一根立柱，所以呢，要想做的严丝合缝，不留下缝隙，这个时候呢，就需要用一根特殊的一根夹铅笔，先把线给画出来，然后呢，把多余的板子给它切割走。这是传统木匠啊都会的一个手艺。当然，我不知道朋友们你们的家乡是否也是这样的做法呢？待会儿我给大家仔细的去拍一下整个过程。先把整个立柱的尺寸给发出来。这个时候啊，就拿到了这根夹铅笔，就是用竹子来做的。一个一个点这样子去打，那一头呢是紧挨着立柱，这一头呢是放在木板之上，多个点就变成了一个弧形的样子，最后再把这些点连接起来。画好了这根线之后啊，就可以把木板拿出来，然后在那边把画好线的位置多余的地方给它锯走，再拿过来安装。这位师傅啊，姓石，也是我的邻居，石头的石，和我是一个姓，今年60岁，手艺也是非常好的。他不光可以做木匠，还可以做泥工，还可以做油漆工。之前我们家那栋房子在刷油漆的时候，整个所有的油漆工作都是他去完成的。这块木板啊，已经是切割好了，现在呢就可以安装了。这边供木榫结合在一起。我们也仔细看一下，碰见立柱转角的位置是比较麻烦的。其实铺整个楼板啊，最大的工作还就是清理木板和做这些楼枕。铺起来的话都比较快。我们走过去给大家看一下，紧贴着立柱的位置是不是严丝合缝的？
对不对？这样子做出来，它就是紧贴着立柱，不留下任何的缝隙。这块板子就装好了，接下来又是另外一块板子。刚才我们看到铺的这层木地板啊，是我们湘西这边建木房子啊比较传统的一种铺设木地板的方法了。不知道朋友们，你们的家乡啊是否也是这样子去铺木地板呢？2楼啊，现在已经铺好了木地板。我们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边1楼和2楼铺木地板基本上是采用相同的方法。整个楼层的高度将近还有2.6米左右。站在1楼，抬头往上望，会看到这些楼枕。有些地方我们还增加了楼枕，比如这2块方子的中间，我们增加了一根楼枕，大家看到了吧？主要就是2楼的木地板踩在上面要更结实，所以呢，我们是增加了一些。后期啊，装修的过程当中，这样的楼枕我们可以做一个吊顶，把它全部封盖起来，也可以让它直观的可以看到这些楼枕。当然，这些都需要打磨上油漆。其实整个这个样子呢，它是很直观的看到楼枕之后，是可以更好的还原木房子一些特色的东西在里面的。当然也有人说不把它包起来，这样子不美观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暂时先不去做，先等里面的装修完成了之后，再来决定要不要做这层吊顶。那1楼呢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空间了。这边啊，之前我们早过来就扩建了1.1米，然后呢，用砖砌了墙，留了一个非常大的窗户。这个时候啊，内部的装修在进行当中，就可以看出这个窗户的作用了，是不是啊？非常的通透，很直观的就可以看到江面的风景。然后呢，木地板我们是紧贴着地面来铺的，大概留有15到20公分的一个高度。这样子呢，既能够保证木地板的下方通风透气，上方呢更不占用1楼的空间。那边铺好木地板之后啊，距离窗户大概也就10公分的一个高度了，也就是这里。所以呢，这个窗户啊，底下我们是固定的，上面是可以推开活动的。以后呢，靠近窗户的边上，我们可以买一些沙发放在这边啊，很直观的看到江面的风景。又下雨了。现在2楼铺好了木地板之后啊，没什么事，我就喜欢走到2楼来。我觉得2楼的风景啊是更美的。那朋友们啊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这期的视频就暂时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吧。